私はオーロラ。この世界について少しだけ知識のあるものです。大家好，这是94，本期分享光速之剑欧罗拉的实战小技巧。首先看一下技能介绍，技能大家都可以拢满10人，所以技能的能力值都以10人为基准讨论。普攻3段伤害为一个循环，总伤害约为 151%。不过普攻主要不是需要它的伤害，而是造成暴击伤害时可获得惩罚效果，最多可叠加5层，持续6秒，攻击力最多增加 25%， 暴击伤害增加 40%。提升普攻等级只会增加3段普攻的伤害，不会增加惩罚效果。强攻可集气4个阶段，每个阶段可获得相应的暴击几率，而且穿透次数也会增加1次。不过实战中通常只会集气第1阶段就发射了，其他集气阶段则是等遭遇怪物前才会先集气强攻，但也很少使用。由于主要靠普攻叠加惩罚，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集气强攻2到10阶段。没开启特殊技能前，主要的输出手法为普攻1轮3普攻加1强攻。另外强攻第1阶段的伤害就跟普攻3段的伤害总和差不多了。普通技能攻击前方敌人并后跳，普攻和强攻的穿透次数各增加1次，主要是需要光之穿透的效果。光之穿透暴击几率增加 21%， 持续8秒。最后是特殊技能，开启后会获得闪光全能的效果，普攻伤害会减少 20%， 持续15秒。不过惩罚的最大层数增加2，且可立即获得最大叠加7层。普攻可多发射1发箭时，惩罚叠加7层，攻击力增加 35%， 暴击伤害增加 56%。重点是造成暴击伤害时可获得击退效果。击退效果不只是单纯的击退敌人而已，而是同时还触发攻击速度 19%、移动速度 14% 的 buff， 持续5秒。在攻略 BOSS 时，虽然不会真的有击退 BOSS 的情形，但能有增加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的效果，可以使惩罚效果更容易维持常驻且满层的状态。输出手法普攻1轮4普攻加1强攻，并穿插普通技能。由于很多 buff 的效果都需要暴击才能触发，所以最好撑满 100% 的暴击率。如果主要撑高攻击力而不是属性伤害的话，戒指可以考虑选择火带戒指。再来看一下如何丝滑的打出1轮输出，类似拉焰回避的同时集气强攻的手法。普攻打出最后1发箭矢时，就需按住普攻集气，最后1发箭矢打出去时，也要马上打出强攻，否则等最后1发普攻后才集气强攻，会拖慢输出的节奏。以下为展示影片。如果单纯连续按3次普攻，第3次普攻结束后，接续下一轮的普攻前会有空窗期，因此打出第3下普攻的同时，按住普攻键不放，并在空窗期短暂集气并射出，即可丝滑的接续强攻。如果第3下没打出就按集气，第3发会被直接强制取消。开启特殊技能也一样，只是箭矢会比较多。普攻最后1发的箭矢和强攻都是金色，所以有没有顺利打出完整一套输出，就看有没有连续射出2发金色箭矢就知道了。再来看一下遗物的选择，我推荐光套，闪光全能持续时间15秒，光套特效也15秒，在开启暴走新人后就可以打满15秒的伤害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特殊技能冷却时间只有8秒，配合吠陀之气系列的词缀，可几乎全程开启特殊技能，玩起来的手感超好，可参考此影片。短袍可使用减少技能冷却时间的紫色短袍，
缘分及专武主要看个人财力获取，所以我就不多做讨论。再来看一下欧罗拉生产的特殊效果，归还20%合成遗物时消耗的制作材料，不是几率性的，而是100%归还20%的制作材料，长期下来节省的材料会蛮惊人的。最后讨论欧罗拉 PVE 适合自动战斗吗？我觉得不行。毒鹰除了本身体质不好外，更重要的是欧罗拉如果打出属性盾后，很容易被自己的攻击反弹死。PVP 没试过，但应该也差不多，不是被反弹死，就是很容易先被围殴死。希望有欧罗拉 PVP 经验的网友能分享实战应用。总体来说，欧罗拉是值得一记再记的骑士。另外，很多人觉得欧罗拉太强会被改弱，但我印象中之前有看到公告说，未来的修改方针尽量是向上修正。所以如果之后数值又有问题，我觉得修正的方法可能是新的骑士数值会调更高，或是提高副本难度。此篇公告我找不到了，如果有误请无视。如果有任何其他看法，欢迎留言讨论。本期分享结束，喜欢按赞并订阅，感恩。